这里再说这么一点，就是中国为什么现在的民族复兴，根本原因呢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工业化实现了。这我好像很多地方我讲过，现在网上有些人把我叫工业党，我是承认这个称号的啊，我就是工业党。工业党就特别强调那个工业的重要性。按照工业党的说法，就人类啊，就经历了2个文明，一个农业文明，一个工业文明。今天我们就还是处在工业文明时代。别看我们现在计算机啊、网络啊，它还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。这个人类就2文明，一个农业，一个工业。那么近代历史的本质就叫工业化啊，英文叫 industrialization。工业化什么过程？就是从农业到工业，从手工劳作到大机器生产，从原始的大机器生产到现在的智能化大机器生产。反正都是大机器生产。那么工业化这个进程当中最主要的事件呢，最伟大的事件呢是工业革命，因为只有工业革命才带来人类生产力的飞跃，生产力的飞跃是所有其他进步的基础。那么过去为什么西方干得好呢？就是过去啊，人类经历的工业革命全是西方垄断的，是吧？到今天为止，人类经历的大概是我把它叫3.5次工业革命啊，分别是这个蒸汽机、电气化、计算机和网络化。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叫蒸汽机的出现啊，时间是1769年。1769年在英国啊，有个人叫詹姆斯瓦特，一个工程师制造出来人类第一台蒸汽机啊。有了蒸汽机，通过燃烧煤炭，是不是有了源源不断的蒸汽动力？这个玩意呢是以前人类没有的呀，东方是没有的。有了蒸汽动力，力气大了，是不是就有大机器生产？是吧？很快就有一个东西叫蒸汽纺织机嘛，一台纺机几百个纱锭，是吧？一个熟练女工可以管3到5台。然后还有3班倒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就纺纱这个效率来讲啊，那英国女工就中国的几千倍了，是吧？那个时候中国一个女工就是用那个纺车就一个纱锭，知道吧？而且这个以前女性多可怜呐，要照顾孩子，要照顾公婆，每天只得4、5个小时。她这个家伙，你比如说她一个人管1000台，然后3班倒嘛，她的效率相当于好几千倍，知道吧？你肯定搞赢她，是吧？她有了蒸汽机，有了大机器。经济效率碾压东方，然后军事上就碾压我们了。有了大机器，就有坚船利炮机关枪，有坚船利炮机关枪到东方打我们那个长矛大刀，那不叫战争，那叫单方面屠杀，是吧？完全不是战争，就是屠杀。这是西方崛起的诀窍，知道吧？第一次工业革命它就赢了，它赢经济效率、军事效率、制度效率，包括知识效率都超过我们了。然后它接着前进啊。1769年就18世纪60年代啊，有了蒸汽机，隔了100年，1860年代、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第2次工业革命。具体讲呢，就是电力开始广泛使用，另外出现了效率更高的内燃机，是吧？另外呢，就有了石油的广泛使用啊，因为你们搞能源的朋友知道，石油的燃烧效率是那个煤炭的2倍嘛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发生在哪呢？主要是在美国，当然德国也在，比如电气化那个内燃机方面，德国也很有贡献啊。但是因为德国没有石油。所以第2次工业革命那个完整的工业革命是在美国，所以第2次工业革命的时候，是不是德国、美国起来了，对吧？主要是美国起来了。第3次工业革命就是在美国，1946年，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出现的人类第1台2进制计算机，人类进入到计算机革命时代。那么搞计算机朋友都知道，人类第1台计算机在美国那一台就贼大的，占地105平米嘛，然后重量是36吨重啊，肯定搞不到家里边，对吧？没法用的啊。运算次数很慢，1秒钟5000次，那个运算效率很低的那个。所以一开始呢，计算机出来了很好，但没法用。那么1957年呢，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是吧，一个科学家就搞出一个叫集成线路，啪，计算机就小型化了，然后就进入千家万户。然后呢，后来美国军方是不是搞出了网络啊？我们现在用的因特网络最早是美国军方搞出来的吧？美国军方搞出了网络，网络以后来了以后，是不是把那个每家的计算机就连起来了？我们就进入到网络时代。所以这是人类啊，这几百年一个基本的一个文明进程啊，就2文明，农业到工业，工业文明在欧洲出现了，是吧？这个出现以后呢，它怎么进步呢？就是3.5次工业革命啊。那么这些工业革命呢，它这个特点确实都是被西方垄断的，尤其是被那个英美垄断。第1次工业革命，蒸汽机，英国；第2次，美国、德国，是吧？但主要在美国。第3次美国吧，3.5次美国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应该讲，他们对人类啊近代生产力的进步贡献最大。那么历史老人是很公正的，你这个民族对人类进步贡献大，你就会得到回报嘛。于是呢，在过去300年，这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得到回报了啊。就政治上，这300年政治主导权都在他们家。有200年表现为日不落大不列颠帝国，然后有100年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在里面美利坚帝国。
政治权利啊，然后军事权利都在他们家，是吧？军迷都知道，近代人类是谁控制海洋，谁控制世界，对不对？这300年谁控制海洋，是不是都是英美？哎，军事霸权、政治霸权、军事霸权，然后经济霸权，经济霸权一个集中体现就是货币霸权。二战以前的主要货币是不是英镑？二战以后是美元嘛，对吧？因为思想霸权，这300年呢、像亚当·斯密啊这种这个自由主义思想，始终是这个西方里面的主导思想，知道吧？这个他这样一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，他才遇到某种挑战。在这个之前，其他欧洲大陆思想都不是英美自由主义的对手，都不是对手。所以他的思想主导了几百年。还有语言霸权，现在国际第一交换语言是不是英语？是不是？英语学得好，机会多啊。所以现在咱们中国的年轻爸爸妈妈都把孩子弄去学英语，知道吧？把孩子搞得苦不堪言的。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啊。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优势大，它有历史原因，因为在人类啊从农业到工业这个进程当中，然后工业化的进步的进程当中，它确实贡献大，贡献它就有优势啊。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了，1769年，然后英国胆子就大了。1770年代啊，英国就想进入中华帝国市场了。所以1770年代开始，英王啊连续3次派使团进到中国拜访乾隆皇帝，想中英通商。哎呀，很可惜啊，中国的金一城啊，包括乾隆皇帝很傲慢，断然拒绝啊！英国一छो儿小国要跟我平起平坐通商，那还了得？你得进贡，通商不行啊，拒绝了。拒绝的结果，我们就跟工业革命失之交臂，通就落后了。然后1793年，英王第3个使团叫马卡尔尼使团，是吧？很郁闷的打包啊回去了。46年以后，1839年，是不是英国的舰队就来了，炸火龙炮台，是不是？炸那个福建。然后炸江苏啊，炸到哪了？炸到镇江，把那个大运河给断了，然后清朝就投降了。哎，清政府啊，他那个财政和粮食啊，都是南方给的，知道吧？就北京那个时候，哎呀，他那个粮食啊，那个很多银子啊、税收都是南方给的。那个时候真的用那个大运河送，知道吧？就把大运河一卡，哟，傻眼了，清政府就投降了。于是就1840年就签的那个南京条约嘛。那个到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签了，然后中国近代史就开始了嘛，对吧？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，中国其实是有机会的。当然，我这个讲也是适合诸葛亮啊，我只是适合诸葛亮看。当时如果中国态度谦和一点，是吧？好好跟人家交往。那个时候，1870年代，中国人就去英国，以中国人的智慧，啊，看到新的文明出来，我们就学呗。那个时候工业革命刚起来是比较容易学的，知道吧？工业革命它是一个加速度的，一开始像马车，后来像汽车，后来像高速，后来像飞机，后来像火箭，越来越追不上的。一开始它慢了，你跑2步会追上了，知道吧？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态度谦和，好好交往是有机会的。但你这傲慢没了机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甩开了啊。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有机会的，没要。第二次呢，要没要着？因为1860年代。在德国、美国不是出现了第2次工业革命嘛？这个时候咱们中国啊已经经历了2次鸦片战争的失败，对不对？1840、1860，这个时候中国再傻的人也有点觉悟了嘛。于是呢，就真出现了一批觉悟者啊，就是洋务运动派，他们要学西方。他非常可惜啊，洋务运动最终是失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被日本击败了。击败了以后，就是由国家推动的工业化就停了。就基本上民间在那里努力啊，但是这个民间努力不行了，后发国家不靠国家举国体制搞，根本就追不上去，知道吧？光是靠民间肯定不行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政治动员能力也不行了，然后割地赔款也没钱了，因为那个除了政治支持没了，他没钱了。现代化需要巨额投资，它不像跟农业不一样，农业你这个贷点款啊，10亩地一头牛行了，对不对？维持生产没问题。你工业不行啊，一投资是几百万、几千万、上亿，知道吧？你没钱了，你搞什么工业化呀？所以呢，甲午对中国的工业化打击很大。甲午一战败了。那个我们以前历史学家说，甲午是中国直隶一省对日本一国，因为中国不团结，就是直隶一省对日本一国啊。现在我的研究啊，实际上整个西方都是帮日本的，所以实际上我们是直隶一省对整个西方支持下的日本，就必败无疑啊。败的结果就是国内这个现代化的国家动员、国家支持没了。然后钱也没了，而日本呢，依托我们的那个赔款、割地赔款就赢了他那个，我们给他的赔款相当于他4年半的财政收入，他用的很好，他用的赔款就建立了6年制义务教育制度，然后他识字率一下就解决了，
我们还是文盲，他都识字了，人力资源解决了。然后呢，当时英国又帮他，英国就以我们中国的割地赔款为抵押，帮日本在英国发行国债，啊，他弄了一大笔钱，知道吧？这个，所以他在西方支持下赢了，赢了结果呢，我们工业化停了，他工业化就成功了，是吧？借我们的那个割地赔款，借那个英国的资金帮助啊，他实现了产业升级，轻工业到重工业嘛，产业升级。所以，然后就后来就发生了日本全面侵华。日本全面侵华，它的生产力基础就是日本工业化成功了，而我们工业化刚起步就给打僵住了。在日本侵华后面是工业打农业，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OK， 这个就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我的观点没有啊？我的观点就是人类就俩文明是吧？农业、工业，现在处在工业文明时代，近代史的本质是工业化。工业化进程当中，工业革命最重要，因为西方垄断的工业革命，所以西方几百年混得好嘛。尤其是具体啊提供工业革命贡献的英美，就盎格鲁撒克逊人混得特别好。然后呢，中国为什么混得不好啊？第一次工业革命我没要啊，第二次没要着，然后就付出巨大历史代价啊。为什么我们又崛起了呢？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后，新中国成立了，这就根本改变中国历史了。1946年，计算机革命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出现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对吧？新中国有个什么突出优点呢？就特别重视工业化，特别重视工业化，尤其是毛主席。大家有空啊去看一看《毛选》5卷，你会发现毛主席啊建国以后每一篇文章、每一次讲话必谈工业化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毛主席对近代人类历史本质的把握啊，在近代这个中国领袖当中无出其右。晚清、民国啊，包括他同时代领导人无出其右，特别重视工业化。然后呢，也特别有能力啊，就真的就动员了整个国家投入工业化。所以第一代那个建设者，包括王进喜、铁人这种人啊，真是不要命啊，也不讲回报啊，就是整个国家的战略是不讲消费就讲积累，知道吧？所以那个时候农民收入一点点，工人收入也一点点啊。就我父辈那一代啊，这个都是这样过来的。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工业化成果是建立在他们的牺牲上面的。前30年很惨，他们过得很惨啊。不说他们贡献少，他们非常努力，非常有贡献，但是回报很少。但是他就积累了资本、人力资本、这个资金资本啊，都有了。然后呢，还有技术啊，那个技术先学苏联，后学美国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成功了啊，就是基本上通过学习，通过自己努力啊，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都学进来了。等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了，有两弹一星，人家就不敢来打我们、抢我们东西啊。然后有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再进全球市场竞争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起来了。那附带啊讲一个情况，现在大家有一部分人呢，把这个开放啊绝对化，说一开放就好，这不对的，这教条了啊。大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，这个今天的这个国际社会有200多个，就联合国成员193个，联合国以外还有20-30个国家和地区，220几个吧。这2/3都是新的，就是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会儿，只有71个国家，地球上，现在3倍，大部分都新兴国家，新兴国家大部分都是跟着美国走的，他们都向美国开放，但是都没有成功，是不是？联合国最新的就是今年的结论嘛，从二战结束1945年结束到今年啊77年，只有2个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，一个韩国，一个中国，中国大陆，其他都没戏呀。这是有点残酷啊，不是说一开放就能工业化的，你没准备好，你开放你最后永远被人家按在地上。非洲、中东、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、南太、拉美都是这种例子，所以你得准备好了再开放，你就会成功。完全没准备你就开放，你就死路一条，知道吧？就不能把那个东西绝对化啊，这个绝对化就至少是教条主义。那么咱们改革开放40年很成功，它有个基础，就是我们开放的时候就跟那个比如非洲啊跟印尼就不一样，它是一个有完整工业体系、有2弹1星的国家，是吧？所以它就有条件了，底子很好，然后我们就进入国际市场就开始竞争，就显示成绩呗。于是我们是国际贸易的排位啊，就总量小于葡萄牙，现在世界第1嘛，超过美国1/3嘛。去年我们那个商品贸易总额6万亿美元，美国才4万亿呢，比美国多1/3，从40几名跑第1名去了，对吧？这个那么大概这么一个情况，就是说
工业文明是我们现代文明，它的基础现代制造业啊。然后呢，这是很难的一个事啊。虽然从瓦特开始，蒸汽机开始，这个现代制造业就出来了。现代制造业就是机器生产嘛。现代制造业2个半世纪了啊，但是现代制造业很难的。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字啊，人类啊，90%成系统的制造业都在北温带的3个地区：东亚、西欧和北美。就20个国家，就全球的1/10的国家，完整的掌握现代制造业，也就是完整的掌握了工业文明的精髓。就3个地区都在北温带，东亚、西欧、北美，就1/10的国家。然后呢，就2个文明，东亚后面是儒家文明，西欧、北美后面是新教文明。这个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能够搞现代制造业，比如说南欧的天主教地区工业不行的，东欧的东方正统教会地区不行的。欧洲真正工业厉害的就是新教地区，具体讲就是德国、瑞士是吧？荷比卢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，奥地利，然后呢那个英伦三岛是吧？然后就是这个北欧5国，这全部是新教地区。北美呢3个国家，墨西哥、美国、加拿大。墨西哥是天主教国家，工业一塌糊涂。北美的工业都在美国，美国什么国家？央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国家。所以大家研究透了，一定要知道，在西方里面真正能搞现代制造业是新教国家，东正教地区不行，天主教地区也不行的，知道吧？那非西方呢，就是儒家地区可以，非洲就是不行的，中东就是不行的，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例外啊。儒家国家越南以后工业能力一定是东欧10国最好的，其他这就是不行，知道吧？啊，至于说南太甭提了，拉美也不行。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啊！人类处在工业文明时代，工业文明的基础现代制造业，但是真正能掌握现代制造业就1/10。但是我们很幸运，我们掌握了，这就是中国崛起的生产力基础。这个谁让我们掌握的？新中国，中国共产党，毛泽东。我们新中国这73年吧，新中国建国到今年73年，最伟大的成绩就把这个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。所以中国的历史必须以49年划界。49年以前呢，我们历史的基础是农业文明；49年以后是工业文明。这2段那个历史的基础、文明基础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结论啊。这个就近代人类的文明是工业文明，它的基础现代制造业，能掌握现代制造业的国家是很少的，1/10国家。那么我们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，就是掌握了现代制造业。那么一旦我们掌握了现在这些制造业，马上就改变世界了。为什么？就我们规模决定了，我们规模太大了。英国工业化就1000万人，美国工业化1亿人，中国工业化14.2亿人，就是前无古人，是吧？而且很可能后无来者啊。因为明年呢，印度啊人口会超过中国，但印度我去过啊，印度告诉大家，它主要的问题社会结构不行，它的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，妇女地位非常低下，种姓制度根深蒂固。就是工业化，它需要有个社会生态，就像一定的植物需要一定的生态是一个道理啊。农业文明、工业文明不同的生态，印度还没有建立起适合工业文明的社会生态，我们建立了。我们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建立的，解放妇女，打破封建礼教，我们建立了。就是去年那个六中全会不是有个建党100年的文件，给中国革命提了一个定义啊，就是通过中国革命啊，给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社会前提，道理就在这儿。那印度就没这个东西。印度整个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，它现在很多工业，这工业都是外来的，不是自己长出来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印度到目前为止不具备自我工业化的能力啊！它要有自我工业化，它必须经历一次极其伟大，但也可能是极其残酷的社会革命。这个革命需要一个伟大的党，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，然后印度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认为印度以后工业化困难重重啊！不可能重复中国这个辉煌的故事，不可能。所以呢，就中国工业化了，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实。而且一旦工业化，它就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，然后它就改变世界，然后就影响未来。就是过去3点5次工业革命都是西方垄断的，对吧？但是中国只要好好干下去啊，比如随着中国制造2.5实现啊，这个新的产业都到中国汇集，中国可能会引领人类的第4次工业革命。这就是美国人真正不能接受的地方，是吧？那个，总之呢，就是我的观点啊，就是中国要这么理解啊，在工业文明时代，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啊，这是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，也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。因为中国已经产生了人类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了，它马上就改变世界，而且将会进一步改变世界。
那么这样一个事实，我们中国已经工业化了，而且是规模最大的，就决定了美国再怎么瞎捣乱没有用的。只有一个情况会让中国工业化停止，从而民族复兴停止，就自己犯错误。你不犯错，他没招的，知道吧？这个 OK， 这就是我对那个中美关系啊最近那个演变的一些后边道理的分析，对吧？一个总结论就是中国工业化成功了，它就改变世界了，而美国不接受，于是形成了矛盾为主，而且矛盾极其复杂，对不对？五大矛盾。